西藏古籍揭秘轮回的真相，泄露灵魂不灭的方法。书中记载，人死后49天有4次脱离6道轮回的机会。大名鼎鼎的《西藏度亡经》到底写了什么？灵魂又真的可以不灭吗？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早在1200多年以前，当时的藏王赤松德赞就邀请了一位得道高僧来西藏传播佛法。这位得道高僧因其出生在莲花之中，因而被后人尊称为莲花生大师。在整个印度佛教中，莲花生大师成就不俗，因而到了西藏之后，很快就奠定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基础。但当时西藏本土还流传着本教，于是为了宣扬佛法，莲花生大师就与本教的巫师以辩论的方式切磋道法。他每辩论赢过一位本教巫师，就让手下的弟子高声宣扬本教的某某神已经被佛教的秘法所降服了。在这种宣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佛教，久而久之，宁玛派也就开始成型了。为藏传佛教打下基础之后，莲花生大师就开始进入藏区的各座名山，并在这些山脉中藏下了佛教的经典书籍。原来莲花生大师认为，未来的不久，整个世界就会迎来末法时代。按照佛教的说法，佛陀涅槃之后，佛法的正法时期就结束了，先后进入相法和末法时代。而末法时代到来之后，佛陀留下的经典会被焚烧殆尽，因此就很有必要将这些经书先藏于山洞之中。这在佛教中又被称为伏藏。通常来说，伏藏有2种基本方式，一种就是像莲花生大师一样，将经书藏在大山、湖泊之中，后人可以通过梦境获得与经书相关的线索；另一种方式就是神灵伏藏。所谓神灵伏藏，指的就是将某种大智慧留在某个特定的空间或某个人的意识深处，只有当这个人进入到这一空间，或是无意中进入到意识深处，才有可能发现大智慧。相传藏族人民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以这种方式流传下来的。因为许多的藏族人几乎都是大字不识一个，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内容。然而不认识字的人又如何能够知晓高深的《格萨尔王传》呢？唯一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通过神灵伏藏的方式意外地获取到了这些知识。言归正传，莲花生大师通过第一种伏藏方式将经书藏好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西藏。而这时的他已经在西藏弘扬了大概55年的佛法，门下呢有众多的弟子，但不是每一个弟子都有权利去获得莲花生大师留下来的经书。在一众弟子中，只有25个弟子被赋予了这种权利。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加上当时并没有文字记录的习惯，谁也无法得知关于这25名弟子的信息。在这25人中，有一个弟子不仅找到了莲花生大师藏的经书，还意外地发掘了第2种伏藏的能力，获得了更高境界的佛法。为了不让这一佛法失传，这个弟子立马就将自己脑海中的经文给写了下来，而这就是《西藏度亡经》。《西藏度亡经》究竟有多奇，居然能风靡西方？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格荣称自己一生的成就也没有超越这本书。书中记载了一套死后49天摆脱轮回的方法，难道死后世界真的存在吗？1935年，《西藏度亡经》的德文版面世，此书一出，荣格就马不停歇地为他写了序言。当时荣格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专攻集体无意识这块的内容。他在序言中明确地说到，自己的很多想法就是受到了《西藏度亡经》的影响，但他始终都没法超越这本书。原因在于，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而没有任何一个活人可以自称自己经历过死亡，更别提死而复生的情节了。在藏文中，度亡这个词的原意是中阴得度，大意就是从死后开始的场景到灵魂复生的过渡场景。书名明确地写道，这一场景的过渡大概有4个部分，即此生中阴、临终中阴、自性中阴、再生中阴。第一部分很好理解，说的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在这一人生阶段，人类的心智尚处于未开化的时期，因而就只能沉沦在下道之中。但是一旦人的肉身死亡，人类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死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在佛教眼里，死亡才是生命的开始。这个时候，离开肉体的灵魂独自走过一段漫长的黑暗旅程，才能见到生命的本质，也就是光。这团光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原始之光，它是人类脱离轮回的关键。只要经过了光的考验，那么人就可以避免轮回，直接进入极乐世界。当然，如果这个人生前犯下了很多罪行，他也可以不接受轮回，但是会直接进入无间地狱。
可以看出，临终中阴在最开始就给了所有人一个避免轮回的机会，因此藏区就衍生出了一个传统：某个人死了之后，家人就会请来喇嘛为他诵经。如果灵魂听到这些经书后开悟了，那么他就能即刻脱离六道。脱离六道之后，灵魂就再也不受任何外在的束缚，彻底与光融为一体。而倘若听完经文之后，灵魂还是没有开悟的话，那么他就会在光面前停留3天，随后再次进入现实世界。这时就进入了自性中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灵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去，望着哭泣的家人朋友们会疯狂地打招呼。可无奈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到灵魂的喊叫。这时灵魂就会产生自己可能已经死了的疑心，他大概率会走到镜子或者是水井面前，确认自己是否有影子。查看过后，灵魂才会明白自己已经离开了肉体。但是人对于生的渴望是无限的，因此灵魂也会迫切的渴望再次进入现实世界中，再次品尝喜怒哀乐的滋味。而这时生死轮回的业力也就开始了。人死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西藏度王书警告人们，死后灵魂对生的渴求居然会使自己进入极乐世界。书中记载，死后49天，灵魂进入极乐世界的机会只有4次。这4次究竟是什么呢？据西藏度王经记载，当灵魂发现自己已经死去的时候，他们会迫切的想要找到另一具肉体，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放弃轮回的机会出现了。在藏区的死亡仪式中，喇嘛除了会诵念一般的经文，还会劝导灵魂断掉对现实世界的眷恋，拒绝轮回进入极乐世界中。只要灵魂能够放下眷恋，那么那道象征生命本源的光就会再度出现，并引导灵魂前往极乐世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别样的光来误导灵魂，比如说灵魂在世的快乐美好也会幻化成温暖的光，诱骗灵魂继续在世间游荡。因此灵魂必须学会辨别光，只有那道完全纯色但又能给无限温暖的光才是生命的本源。跟着这道光，灵魂才能即刻解脱，不再进入轮回。整个自性中阴阶段大概要维持7天的时间。如果灵魂还在执迷不悟地停留在世间的话，佛教认为此时必须给灵魂来一剂猛药。在第8天的时候，灵魂将会听到来自愤怒之神的各种警告。与此同时，原本见到的美好幻象都会在此刻变得丑陋不堪，为的就是打破灵魂的执念。如果灵魂能够做到不逃避直面这些恐惧，那么他也能避开轮回。可如果灵魂害怕的逃走了，那么他就与极乐世界无缘了，必须进入又一次的生死轮回了，也就是走向了第4个阶段，再生中阴。在进入现实世界以前，灵魂将会得到一次能量的增强，这时的灵魂不再虚弱不堪，而是可以穿透石头、树木，时间空间在他面前都不是什么阻碍。这种错觉就会让灵魂误以为往生其实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在再生中阴的最后阶段，灵魂才能看到自己转世的尸体，而这具尸体既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只猫，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小动物。换言之，不管灵魂再怎么样渴望复生，也在复生之前获得了强大的能量，但这些不过是错觉，因为到了最后一刻，灵魂才能知道自己将来以什么面貌回到现实世界。至此，整个中阴的过程也就结束了，时间大概在49天。藏传佛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得经历一次轮回，因此在藏传佛教的观点中，这辈子你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牛，很有可能在上辈子也是以人的身份活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提倡的善也就更有说服力了。世间万物都值得被善待，毕竟保不准哪天就成为了自己的同类。当然，关于《度王经》，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实际上，与其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来生，倒不如活好当下的每一天，抓住当下，幸福可能会来得更容易一些。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